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我们的新价值观对于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以及愿景是否能够实现，起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同时，改变自己的信念已经被证实对人类的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在本视频中，我们将探讨心态如何决定我们的成功与失败，并分享如何培养积极的心态，以实现个人的突破和成长。让我们一起探索心态的奇妙力量吧。这次我想要解释一下卡罗尔·德维克的世界畅销书《心态决定成败》的研究。这位作者是斯坦福大学的世界畅销书作家。本书是由20多年的广泛调查所产生的，是成功心理学的经典名著。这本书也是我很喜欢的书。首先，作者指出，通过阅读本书，您将了解到一个简单的信念对人生会产生多大的影响。这个信念渗透到了人生的方方面面。很多我们认为是我们性格的东西，实际上都是这种心态，即心态决定论的产物。如果我们无法发挥潜力，那么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可以归咎于心态。然而，关于心态的解释以及如何将其运用到生活中的方法，迄今为止并没有太多的书籍提供。通过阅读本书，您将能够深入了解心态，并且学习到在学术、艺术、体育和商业领域取得伟大成就的人与未能取得成功的人之间的区别在哪里。您将了解为什么一个人的思维方式、态度和信念对于他们的行为和结果产生深远影响，以及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掘自己和孩子的潜力，以实现个人的成功和成长。这本书中提供了这些答案。此外，本书还明确指出了如何将书中的内容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对我们的生活非常有帮助。如果你想改变自己的话，首先要了解并理解支配您人生的心态存在，然后努力改变它。这本书记载了如何改变自己的心态。首先要了解心态，然后改变心态是第一步。那么，让我们立即深入探讨本书的内容。今天的视频内容如下：第一，关于人类的能力是由遗传决定还是无法改变的深度话题。第二，关于如何改变心态的方法解释。我们从讨论人类的能力是否完全由遗传决定开始。现在让我们思考一下，您更倾向于以下两个观点中的哪一个？观点一，通过努力和经验，您可以提高自己的能力。观点二，自己的能力是先天决定的，无法通过努力改变。那么，您现在持有哪个观点呢？总结一下，如果您相信通过努力和经验可以提高自己的能力，也就是支持观点一的人，那么明亮的未来正在等待着您。相反，如果您认为自己的能力是先天决定的，无法通过努力改变，那么您将失去发挥真正潜力和成长的机会。作者对这些观点进行了说明。观点一代表着相信自己的能力可以通过努力和经验提高的成长型心态。观点二则代表着认为自己的能力是先天决定的，无法通过努力改变的固定型心态。本书最重要的观点是要培养成长型心态。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目前被固定型心态所束缚，认为自己无法改变。在成长过程中，一些人可能受到了强调固定能力和天赋的教育和环境影响，他们可能被告知他们的能力是固定的，无法改变。一些人在面对失败和挫折时，可能会将其视为自己能力的限制，认为自己无法改变或取得进步，这导致他们形成了固定型心态的观念。然而，作者警告说，如果您持有这种观点，您真的无法改变。因此，拥有成长型心态，相信自己可以改变是至关重要的。这样，您真的可以成长，记忆力也会提高，学习成绩也会得到提升，工作成果也会得到改善。您会激发对曾经放弃的梦想的挑战动力，能够为自己重要的目标而坚持努力。这就是本书的主张。如果您理解了这一点，您就理解了本书的结论。那么，让我们更深入地探讨一下这个结论吧。人类从古至今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都是每个人独特的。当然，您可能会有以下疑问：为什么我们人类存在个体差异呢？为什么会有智力和特质的差异呢？是否存在一些决定这种差异并持续一生的因素？专家们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分为两派进行争论。
一派认为人类的差异是由基因决定的，无法改变；另一派认为人类的差异是由成长环境、体验、教育和学习方法决定的。到底哪一派是正确的呢？事实上，大多数专家的观点是，这两种观点都不完全正确。人类的差异不仅仅由遗传或环境决定，而是在受孕后的过程中，遗传和环境相互影响，共同塑造人的成长。您可能听说过智商测试，它衡量的是您的智力水平，比如 IQ。最近的一些学者主张，个人的智力能力是固定的，无法提高。我们必须坚决抵制这种残酷的悲观论调。通过训练和实践，掌握正确的方法，我们可以提高注意力、记忆力和判断力，让自己真正变得聪明起来。此外，最近的研究表明，我们终身学习的能力和大脑发展的潜力比以前想象的要大得多。每个人都有独特的天赋和特质，起初可能会受到先天的影响，但随着经验、训练和后天努力的积累，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根据智能研究的专家罗伯特斯特恩伯格的观点，决定一个人是否能够掌握高度专业知识的关键在于，不是固定的能力，而是根据目标来决定能力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关于哪种观点是正确的，我们可以将这个学术争论留给专家们，但是我们必须深刻理解这两种观点对我们个人的影响。根据作者20年的研究发现，采取哪种观点会对个人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这将决定您是否能成为您想成为的人，是否能够实现对您来说有意义的工作。那些相信自己的能力是固定的、无法改变的人，也就是持有固定型心态的人，他们总是不断地证明自己的能力，他们总是担心自己是否能够成功，是否看起来聪明，是否会被认为是笨蛋，是否会被接受。他们希望证明自己是正常的，没有缺陷。这种基本特质的缺陷，即使是自己也不愿意承认，也不愿意被别人看到。无论是在课堂、工作场所，还是与人交往中，他们总是被展示自己的能力所困扰。然而，还有一种不同的心态。如果我们将手中的牌视为开始时的手牌，实际上，即使没有完美的牌型，我们也可以像有皇家同花顺那样，通过不断加强手牌来取得胜利。这才是成长型心态的核心。它的基础是相信人类的基本特质是可以通过努力来提高的信念。无论我们当前的起点如何，我们都可以通过积极的心态和不断的努力来不断发展和成长。每个人天生的才能、适应能力、兴趣和气质都是不同的，但通过努力和经验的积累，任何人都可以有很大的成长空间。这是一种信念。实际上，达尔文和托尔斯泰在童年时期也被周围人认为是不起眼的孩子。被誉为20世纪代表性艺术家的摄影师辛迪·谢尔曼在第一次参加摄影课时不及格。曾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的知名女演员杰拉尔丁·佩奇也曾被告知她没有才能，应该放弃演员的道路。然而，她并没有被这些负面的评价打倒，而是坚信自己的才能可以通过努力得到提升。只要有决心能力，就可以不断提高。那么，为什么我们总是过于关注展示当前能力，浪费时间呢？为什么我们不努力克服缺点，却试图隐藏它们呢？为什么我们寻求的是能满足自尊心的伴侣，而不是能帮助我们成长的朋友或伴侣呢？为什么我们总是重复做我们知道可以做好的事情，而不是挑战新事物呢？当事情不按我们的意愿发展时，正是展现坚持努力的时候。这是成长型心态的特点，给予我们克服人生挑战的力量。就是这种心态，一旦开始理解心态，新世界就会展现在我们面前。在将能力视为固定的、不可改变的世界中，只要能证明自己的聪明，就算成功；只要能确认自己的价值，就算成功。而在将能力视为可提升的世界中，只要努力学习新事物，就算成功；只要能让自己成长，就算成功。在将能力视为固定的世界中，如果遇到挫折，那就是失败。在落下分数的比赛中输掉，被公司拒绝，这些都是证明自己愚笨无能的证据。
对于将能力视为固定的世界而言，如果无法成长就是失败，不追求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无法充分发挥潜力，这才是失败。在将能力视为固定的世界中，努力被视为可耻的事情，就像挫折一样，被认为是愚蠢和能力不足的证据。相反，在将能力视为可提升的世界中，努力被视为使人变聪明、有能力的关键。科学已经证明，学习新事物会使大脑得到锻炼，并变得更聪明。学习和经验会在神经回路中形成新的连接，这会使大脑不断发展。通过使用大脑进行学习，大脑细胞会增长。以前认为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的事情，现在看起来变得容易了。比如说，学习外语或解决数学问题，这是因为大脑的性能得到了提升。让我们以婴儿为例来说明。当婴儿还不能说话时，我们不会嘲笑他们，也不会说他们是笨蛋。他们之所以不能说话，只是因为他们还不知道如何说话而已。当婴儿开始注意事物，探索周围环境，并学习如何做事时，大脑神经细胞之间的连接变得更加紧密。作者会向学生展示记录下来的照片，展示大脑神经细胞连接变得更加密集的过程。参加了作者的讲座的学生们很快就能感受到心态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在现实中得到了体现。参加了心态训练的学生们的数学成绩有了飞跃性的提升。通过对一个心态进行微小的调整，释放了大脑的潜能，激发了努力实现目标的动力。参加了作者的讲座后，学生们明白了自己的大脑是自己创造的，这种感觉被灌输给了他们。他们固定型心态中解脱出来，能够更自由、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智力。让我们听听一位学生的具体感受。Maggie 是一个渴望成为艺术家的学生，说道：“我意识到自己的心态一直都很固定，认为创造性的才能是与生俱来的，努力是无法让它增长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一直想成为一名艺术家，但害怕学习绘画，害怕让别人看我的作品，这都是因为我的心态问题。当受到批评时，他会认为自己没有才能。他害怕这样的情况发生，所以无法展示真实的自我。”在听完作者的讲座后，他决定在下个学期参加创作文章课程。他说：“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我一直没有采取行动去追求我长久以来的梦想。以前我的内心总是这样思考着，别再做那些事了，别参加文章课程，不要向别人展示您的作品，这样做很危险，可能会破灭您的梦想。但现在我对自己说，停止这样的想法，向别人展示您的作品吧，勇往直前，努力提升技能，追求梦想。”听完关于心态的讲座，即使只是参加了这个讲座，也能立即看到心态的变化效果。通过观看这个视频，你们的心态应该会逐渐发生变化。如果您在一段时间后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固定的心态，再次观看这个视频，告诉自己你是可以改变的。最后，让我稍微介绍一下改变心态的建议。首先，回想一下您认识的那些心态非常固定的人，看看自己是否也总是急于证明自己的优秀，是否在犯错或失败时非常沮丧。检查一下自己是否也有这种倾向，然后反过来想象一下那些心态灵活、相信能力可以提升的人。思考一下，如果您是他们，你会如何应对困难和挫折？你会全力以赴做些什么？想一想，为了改变自己、提升自己的能力，你会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我想介绍一下作者给出的建议。其实，人们天生是喜欢学习，但因为固定的心态而讨厌学习。想一想您在做一些有趣的事情时的情况，比如填字游戏、运动、舞蹈。当事情变得困难时，您是否感到厌倦、感到疲劳、头晕、感到无聊，或者想吃东西？现在，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责备自己，因为这是固定型心态的作用。转而采用成长型心态，面对困难，想象大脑中心的神经回路正在形成的情景，然后继续保持这个习惯。我们总是希望创造出一个自认为完美的世界。接下来，想想自己是否曾经认为自己的价值观已经确定了。比如，当您考试不及格时，被别人冷漠对待您时，
或者失去工作时，请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事情上，然后再次从成长型心态的角度来看待，理解自己处于的位置，并认识到自己的智力和人际关系并不完全取决于这些事情。重要的是从这些经历中学到了什么，如何将其与成长联系起来，养成这种思考习惯。当心情低落时，你会如何行动？你会比平时更加努力地完成日常生活任务，还是将其搁置不理？当心情低落时，试着切换到成长型心态，从失败中学习，接受挑战并努力应对。不要将努力视为护身符，而是将其视为积极的力量，然后付诸行动。你是否曾经有过想做某事但缺乏自信而没有去实施的经历呢？现在是时候付诸行动了。通过接触讲解心态的书籍和视频，以及我们刚刚介绍的2个建议，您的心态应该比以前更加灵活。我们相信改变是可能的，有了这种信念，您就能为了目标而努力，为了自己珍视的事物而坚持努力，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正如作者之前所说的，能力既受遗传因素影响，也受后天训练和努力的影响。然而，现在的观点并不是认为其中一方是正确答案，而是认为遗传与后天训练和努力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人类的能力。所以，不要认为一切都取决于命运，认为努力是徒劳的。相反，您的未来可以通过您的努力来改变。您可以相信自己可以成长。相信自己可以成长的人会把失败视为成长的机会，继续采取行动来实现成长。另一方面，持有固定型心态的人认为努力是徒劳的，所以他们不会努力去做任何事情。不要让自己陷入这种固定型心态，而是要相信自己可以改变，相信自己的才能可以通过努力得到提升的信念，会激发出巨大的热情和动力。当我们坚信自己可以不断成长和进步时，我们会更加投入和专注于我们所追求的目标。这种热情和动力将成为我们克服困难、克服挑战并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无论我们面临什么样的困境或负面评价，只要我们相信自己的能力和潜力，努力奋斗，我们就能够实现我们的目标并超越自己的期望。希望观看这个视频的人都拥有成长型心态，为了自己真实的价值观和目标而坚持努力。希望这个视频能对大家的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